大家好，我是小猪。和 S 结婚前，具俊晔一共发了3000多条推，粉丝35000，每条推最多3个赞。以这条2017年的推为例，到2022年5年2赞，可想而知他在韩国是过着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按说再过气，好歹也算娱乐圈的老腊肉，不至于。所以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他过气的厉害，另一种是他人缘不算好。具俊晔当年仅一个电话就能搬到台湾住，很多人感动于他的为爱奔赴。具俊晔呢，他放弃韩国那一边的事业，我们这样讲好了，包括他住的地方出生地，然后他飞来台湾，为了爱情，为了大 S。但我觉得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晰，但凡有点事业的人都不可能这么轻易迁居。他在韩国应该是真的无事可做，否则婚后 S 应该去韩国生活。一直以来，具俊晔都被塑造成一个在韩国坐拥千万豪宅和巨星为邻，开烤肉店年入100万人民币，还有一家夜店，DJ 出场费也高得惊人的富豪。不要再讲说欧巴没有钱，欧巴很有钱，只是他低调不炫富而已。我说你们可别逗了，富豪能给相亲对象送自己穿过的旧牛仔裤改的包，这活儿当年大黑牛也干过，批发了一堆新型石头和塑料串珠兔子做感情公关，结果被骂成了筛子。其实他在早些年，其实在汉江那个呢UN 那个 Village 这个地方，其实就有一个豪宅。这套被反复拿出来说事儿的江景豪宅是具俊晔和老妈共住，小 S 和姐夫的热舞就在这儿。具俊晔被吹成艺术家，但你看他这房子的装修，我觉得我又看不懂游戏规则了。这房子比大 S 前夫设计的那套简直可以说是寒酸了。另外，即便房子本身上亿，可具俊晔敢套现吗？真套现了，他住哪儿呢？他老妈又住哪儿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住了很多的名人，那大家很知道的像李秉宪啦，或者 GD 然后 IU 李钟硕等等，这么多，还有宋慧乔、的明星才买得起的。对，然后他们都是住在这一区。说他和巨星为邻就更没意思了，除了证明这个区贵之外，毫无用处。还是那句话，房子只要没办法折现，说价值就没劲了。另外，他但凡能平时给这些巨星邻居送块打糕，也不至于一个推5年2赞。至于他打碟出场费高这块，也十分经不起推敲。具俊晔做打碟佬不是1年2年了，夜店打碟的报价能有多高呢？而且不要忘了，他怎么说都是个快60的人了，打个碟光报千金，头上滋滋冒汗，在昏暗的夜店动次打次 make some noise， 看着真挺心酸的。也不是人不能老，谁又不老呢？但我见过年轻时纹的蝴蝶纹身，老了皮肤松弛变成蛾子的，也有精神小伙纹个毛，很个性，但老了耷拉成了叉子。最搞笑的是，有个精神小妹儿给自己胳膊上纹了个香奈儿的标。40岁以后皮肤松弛，香奈儿逐渐变成了安德玛。越潮流的职业，越个性的纹身，在人老了之后，都会马不停蹄地以一种尴尬和心酸的形式存在。具俊晔的烤肉店年入100万就更搞笑了。别说具俊晔卖烤肉，就是用9万台币电费种大麻也卖不出这个钱。韩国的烤肉店竞争最激烈，利润极薄，江虎东烤肉火到中国也不过1000万人民币身家，具俊晔如何能年入100万呢？这么多年，具俊晔挣到的唯一的一笔可观的齐整的收入是大 S 的遗产。说到9万台币的电费，我觉得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因为全网几乎没有人下功夫分析过这个巨大的 bug。以下信息如果不正确，欢迎台湾的朋友指正。台湾的电费通常2月一结，
且包括公共区域的用电，这一点类似于中国的公摊。当日汪小菲晒出的账单中，21年11月10日至22年1月11日的双月电费是16734台币。此时这个电费尚且合理。截图上的第二笔电费没有日期，但根据下一条缴费的日期可以回推，应该是2月12日至4月11日的电费，共计26664台币。这里请注意时间轴，具俊晔入住大 S 豪宅是2022年3月中旬，等于说彼时他已经加入了汪小菲的全家桶套餐。时间到了5月12日到7月11日的电费账单62900台币，猛增了 1.5 倍。而7月至9月的账单就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9万台币，确切的说应该是94201块台币，这已经是具俊晔未入住前的6倍了。那么这9万台币的电费是做什么用的呢？又或者做什么可以用到9万多台币的电费呢？大 S 居住的台北信义永松路豪宅共计225平，我们就按 S 家6口人计算， AI 告诉我这样的家庭双月电费大约是17000台币。这个数据和汪小菲晒出的1月那张16734台币的电费账单数值接近，等于说在具俊晔入住之前 S 家的用电量非常合理。即便具俊晔可劲儿造，一天洗8回光头，睁眼就做泡菜炒饭流水席，把碟搓出火星子，也用不到9万的电费。所以我就很好奇，这电费究竟是怎么造的？难不成把空调的外机也装室内了？夫妻俩没事儿在家搞浓缩铀玩？在我的认知里，离谱到这么离谱的电费只有2个可能，一是挖矿，二是种大麻。先看挖矿，以这款3400瓦的银河矿机为例，如果抡圆了挖2个月， AI 告诉我电费约是42000新台币，加上日常的17000台币，那2个月大约会产生6万台币的电费账单。如果开2台挖机，那2个月大约会产生101000左右的电费。再来看种大麻，首先声明，私人种植大麻违法，以下内容只是我为了厘清天价电费所做的一种假设，不代表个人立场。种大麻需要补光，就是所谓的大麻灯。以这款最常见的 LED 灯为例，120瓦的灯可以管 0.5 平米，大约种1株大麻；200瓦管 0.8 平米，大约种2株，以此递进式类推。假设用18盏200瓦的灯，这样大约能管30株大麻。AI 告诉我，2个月的电费大约会用到45000台币，加上6口人日常的17000台币的用电，这样2个月大概会产生62000台币的电费。至于在具俊晔拎包入住之后 S 家的电费飞涨到了9万的真实原因，不得而知。以上仅是我基于天价电费所做的推测，不代表个人立场。节目上说，台湾民众看到具俊晔的努力和爱意，都叫他国民姐夫，这倒是真的。我做的所有具俊晔的视频下面都会有人留言，说我恶毒，收了酸辣粉的钱、蟑螂粉之类的，可见具俊晔是有一帮死忠的。无论如何，谢谢你们的留言。来了都是且，今天你们能看完我的视频，还给我提建议，就是看得起我了，十分感恩。女神大 S 和十恶不赦的汪小菲婚姻10年活得好好的，和深情善良的国民姐夫3年就香消玉殒，信他的人这辈子有了。你们呀，我一说具俊晔渣，你们就吹牛逼；我一说让你们嫁给他，你们就翻白眼儿。行吧，祝你们得偿所愿，求锤得锤，觅得具俊晔或者林生斌这样的深情另一半，好吧？节目上说，张兰的朋友散布谣言说汪小菲包机，
张兰在大 S 去世当天直播，说儿子受了很大的伤，希望大家多多买酸辣粉。而事实是，包机的钱是具俊晔和家人们共同出钱全额支付的。看到这里，我嘴角已经上扬到 AK47 都压不住了。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事实上，2月2日张兰上午开播，还在化妆，汪小菲慌慌张张回到家，当时一无所知的张兰还开玩笑：哟，帅哥来了。汪小菲一进门就说急死了，急死了。怎么了？张兰知道出了大事儿，表情立刻变了，说：别紧张，先下播呗。可见 KBS 节目上说这时候张兰还希望大家多多买料理包，纯粹是一派胡言。说句有些人不爱听的，张兰要真那么恶，那么不是人，那么想发财，当时只要她轻轻说一句哦 S 走了，泼天的流量能把抖音服务器都干崩溃。这时正是2月2日一早，距离大 S 去世的消息传出来还有几个小时。相信此时汪小菲得到的消息是大 S 还在抢救，所以他一进来就说急死了，急死了。黄春梅在微信告知汪小菲人走了是在早上11点20的事儿，当时汪小菲还不相信。另外请记住2月2日上午11点20这个时间点，等下要考。随后小 S 在个人平台发了消息，各大媒体才爆出来。另外包机公司的声明也很清楚，付款走的是大小 S 公司的账，小 S 也说包机是徐佳人和老公麦克负责。怎么到了 KBS 这里就把具俊晔这个铁公鸡也划了到出钱的人里头去了呢？节目上说大 S 是在2月2日下午前往机场路上心脏停止跳动，进行了14个小时抢救后宣告死亡。按 KBS 这个节目上的时间轴推，大 S 死亡时间怎么算都到了2月3日了，这是节目非常大的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简直可以说是离了个大谱。其他内容都可以胡说，但死亡时间是很严谨的，相当于法律文件，别说小时，是要精确到分钟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2月2日上午11点20，黄春梅在微信通知了汪小菲人走了。这个和韩国节目上所说的时间几乎差了1天，所以这个时间轴就相当诡异。除非具俊晔失忆，否则只有一种可能，他在说谎。但具俊晔为什么要说谎呢？因为小 S 和黄春梅热舞发生在2月1日深夜，而按节目上所说，大 S 抢救了14个小时。如果按2月2日上午去世往前推，那么小 S 热舞的时间刚好和大 S 抢救时间重叠，这样难免会让人质疑。所以2月2日下午去机场心脏停止跳动，然后抢救，在时间线上看着合理一些。这里请注意，黄春梅在微信上除了告诉汪小菲人走了，她还说希望我们回去的时候你已经在台北了，因为月儿特别想你，你一定要回来给他做靠山。这就是为什么本来没汪小菲的事儿，但他很莫名其妙的在第一时间赶到台北的原因。事实上，汪小菲到了台北也没见到孩子，甚至没见到 S 一家，而是被记者莫名其妙猛拍了一顿又走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黄春梅执意要让汪小菲赶到他们回台北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呢？这个恰好解释了我第1集就提出的诸多疑问中的一个。当日 S 家处于风口浪尖，太多的谜团需要 S 一家解释，台湾记者都卯足了劲儿等在那儿。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先挡住这一枪，分散一下记者对他们家的围堵，引走一些火力，就太好了。汪小菲就是黄春梅用来挡枪口的天选之人。为了确保汪小菲能上钩，他还用上了月儿。
孩子一直是汪小菲的软肋，拿捏起来几乎是十拿九稳，易如反掌。这不，汪小菲着了道，立刻就一头扎进了火力最强的地方。要我说呀，姜还是老的辣，做了几十年星妈，心思缜密的黄春梅可太会了。具俊晔曾经表示，我之所以下决心结婚，是因为我有信心，这辈子能为西园做任何事。那让我们来看看深情的欧巴在老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他做了什么。1月29日，一家人抵达羽田机场，大 S 此时正在发烧。我不确定这张照片是哪天照的，但大 S 的状态应该不会比这个更好。具俊晔作为大 S 的丈夫，非常情绪稳定地开始了旅行。到了日本的第2天，一家人去泡了温泉，包括一直都在发烧的大 S， 全家人没有一个人想着带大 S 去看看医生吗？当晚大 S 的咳嗽越来越严重，硬撑了一晚，第2天病得出不了酒店，全家人终于叫了救护车。此时已经是31号，医生觉得病人情况不乐观，建议转院，但大 S 说，我只想回家，我想回家休息。最终大 S 没有转院，出院了，顺便买了回台湾的机票。次日去机场的路上，大 S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家人急忙掉头去了附近的医院。14个小时抢救之后，大 S 还是走了。所以节目上把大 S 的死亡归结于她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固执己见，坚持不肯去医院才造成的。而那些直接决定事件性质的关键问题，节目中却只字不提。这中间其实不止一次有挽回的机会，等于说 S 其实不该走。情圣具俊晔作为大 S 的枕边人，我实在不知道这4天他都在做什么。如果他在 S 身边，如何会对老婆的高烧和剧烈咳嗽熟视无睹？如果他不在 S 身边，那他在哪里？50岁的具俊晔，一不用上班，二不用带孩子，只需要照顾老婆一个人，都把人照顾没了。除了情绪稳定，总是笑眯眯的，能不能扛点正事儿呢？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尽点为人夫的责任呢？这一切的失职，再对比如今他守坟、跪拜、摆贡品，然后打开 iPad 播放大 S 的照片，就着照片吃贡品，简直太变态了。这是玩了一招24孝之克木奉亲是吧？我说大 S 这婚也是值了，葬礼捧骨灰，入土给看坟，3年养了一个花甲孝子。节目最后终于有那么一点点题的意思了。摄制组跟随具俊晔来到了大 S 的墓地，这个决定跪拜的背影跟雨夜汪小菲跪地痛哭又有何不同呢？前夫雨中跪地被骂死，如今具俊晔坟前跪拜就是深情，难道是因为他决定的弧度比较优美？说句有些人不爱听的话，汪小菲第一时间赶到台湾时的肿泡眼和一脸的魂不守舍还真不像演的。毕竟摸着良心说，走的是他2个孩子的妈，从那以后他的孩子就没妈了。即便不为前妻，单看在自己这俩娃身上，他伤心也是人之常情。具俊晔刺情侣纹身，把大 S 的名字写满餐巾纸，只有中学生才会做的事儿，具俊晔年过半百了还玩，非常讽刺。而且餐巾纸上写名字这画面，即便是摆拍都把我逗笑了。这老登真是招招都 cheap， 从开始到现在就没做一件拿得出手的事儿。大 S 怎么会看上这么 low 的一个人，我都奇了怪了。汪小菲出轨这事儿没得辩驳，这是他的大污点。具俊晔没出轨，是我承认，但是出轨这个东西是有门槛的，想出轨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我知道这话不中听，毁三观，但是很抱歉，这就是现实。
所以冒着被骂酸辣粉和蟑螂的危险，我还是要说，汪小菲在大 S 之前和之后都有交往对象，也都年轻漂亮。具俊晔是纯情，纯情到20年都单着，别说老婆了，连绯闻都没有。参加了2轮相亲节目，和素人约会也都失败。按说他四肢健全，也不丑，还有些明星光环，深情又温柔。可为什么20年都没女孩跟呢？女孩们难道都瞎了眼吗？这才是天下奇事一桩。当然，这20年现在被说成了苦等大 S 了。我说你们别这么搞笑了，行不行啊？这个谎话连篇的节目在2月3日播出，2月2日雕塑揭幕当天的内容也出现在了节目中，等于说无论是雕像揭幕还是周年祭，全部都呈现在了 KBS 纪录片的压轴画面里。这手法跟当年先放出结婚消息，然后具俊晔赴台隔离，和大 S 在信义豪宅门口的世纪拥抱，都出现在小姐不惜地2022年3月29日主题为爱真的需要大 S 闪婚的勇气的节目中，让流量达到烈火烹油的效果的手法几乎一模一样。同一套打法，时隔4年又重玩了一次。不过2022年的大 S 应该不会想到，她的生命在具俊晔敲响她的豪宅大门的那一刻已经开始倒计时。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爱，就是具俊晔这种一事无成却自我感动，口口声声说爱你，却又不知道怎么让你活得久。爱一个人不是陪他任性，而是在他糊涂的时候替他清醒，不是让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哪怕忠言逆耳也要救他一命。其实爱一个人是很沉重的，因为你要为这个人承担后果，他的身家性命都在你身上。汪小菲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他出轨，情绪失控，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对大 S 的生命有极强的警觉性，连大 S 自己都在节目里说过多次。我真的吓到蛮多人，因为我老公他的表现力是比较强的，他就是看到我那样子，他就是吓了很大一跳，所以就很疯狂，好像在拍那个好像马景涛那一挂的，老婆你没事吧老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妈，然后什么的能打的电话他全部都打了，就把我的亲戚能下的一轮全部都下了。那我当然很感谢我老公救我，可是他这样子一宣告给大家，让大家都担心，我自己觉得真的好不好意思。我老公真的很担心我，因为他在医院陪我住了1个晚上。他每一次生病，汪小菲都会异常紧张。离婚后，他甚至还在直播里说过，给我阿姨打个电话，说要死了，不行的了。她一直咳嗽，然后我们家阿姨就去家里，我让阿姨回家，我说你陪她，我说你一定要陪她。阿姨说好，我陪她。我丢尽了是吧？如果你有一天你孩子的母亲也正然生病的话，你会不会关心她？我不是恋爱脑的问题，是因为她是我孩子的母亲，她有3长2短，你觉得我过得去吗？现在回看，这些话未必全是表演，而大 S 错就错在，不管婚前还是婚后，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娘家，却和丈夫长期分居。婚姻刚开始的3年，她和汪小菲住在北京，虽然有雾霾，有北京的大风和柳絮，但她肉身脱离了那个圈子，也是她人生唯一一段和家人剥离的时间。14年左右，她回到了台湾，这一年女儿出生，2年后生下儿子，期间汪小菲开始两边跑。贴娘家的女人10个有9个半婚姻都不会好，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当一个女人精力都外流向娘家时，她的小家庭必然走向空心化，而那些长期从你身上获益的人，也不会真心希望你们夫妻感情好，因为一旦你和配偶同心了，他们就喝不到汤了。大 S 10几岁就开始养家，她一个人辛苦养着娘家，照顾大姐一家，
后面还帮小 S 带孩子。小 S 比他聪明，20出头就赶紧嫁人过自己的小日子。只有大 S 一直被娘家消耗着。她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丧事却办得极其不体面。所有重要场合，最爱的儿女全都缺席，只有那群人在演戏，演爱妻、爱姐、爱女的戏。甜言蜜语谁都会说，深情人设谁都能演，可关键时刻、生死关头，只有愿意为你付出、愿意为你承担起决策责任，甚至是骂名和后果的人，才是真正的爱你。大 S 这一生，太多利用，太少爱。即便看起来被很多人爱过，但真正能让他活下去的爱太少了，而这正是他最悲哀的地方。对具俊晔来说，现在最伤心的事，应该不是失去一个他爱的人，而是失去了一个掏心掏肺爱他，又甘心情愿养他的人。3年前的那个夜晚，隔离结束的具俊晔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的和穿着睡衣的 S 在豪宅门口的拥抱，让所有的新闻都黯然失色。我按下了我心中的疑惑，不去细究是谁在这个夜晚，在安保严密的豪宅 S 家的门口拍下了他们的世纪重逢，也不去细究电台为何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些画面，并全球放送，另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神话拔地而起。我更不追究当初大 S 为具俊晔在节目潸然泪下，发毒誓不去原谅，小 S 也为姐姐抱不平。就我们连朋友都可以不用做下去了，堂堂一个男子汉，有话不敢讲清楚，然后害得我姐姐这个小女子要承担这一切，还有必要吗？我觉得不管是韩国经纪人的错，还是库龙本身俗辣不敢把话讲清楚，我觉得以后我们干脆连朋友都不要做好了。如果要搞成这个样子，有多少记者在问我姐这件事情，我也是跟着她一起去受这些罪，然后我们也不能多说些什么，你知道，因为你知道韩国人哦，现在把这个错都怪到我们俩头上，说如果库龙在台湾销售成绩不好啊，就是因为大 S 说太多什么有的没的的了，所以你看我姐有多可怜。如今却因为一个20年未拨的电话就重燃爱火的匪夷所思。我只看到 S 叫着欧巴张开双臂，和具俊晔深情相拥，两个加起来100岁的人为这段旧情来了一场登峰造极的收割，让我这个八卦老鸟也跟着落泪，并一度以为具俊晔是那艘等了大 S 这张旧船票20年的破船。以前有款中古世纪的网游传奇，就是小白被爆，金币滚了一地，各种奢侈品装备都在地上，而中毒的小白一直在掉血，直到躺平。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因为所有人都希望他留下金币。说到底，小白是个可怜人。我是小猪，关于具俊晔 S 家的一切，这里就全部讲完了。谢谢你们的观看和留言，后会有期哦，拜拜。